这是云南牛肉火锅，汤底醇厚鲜美，带皮牛肉码好软嫩。这是云南土锅子，特殊锅具装满丰富食材，搭配灵魂蘸水，香香香香香。这个鸡爪要不好吃，我倒立吃下。还有这些鲜香美味，一吃就停不下来的爆炒野生菌子，我半盘都吃完了，你跟我说这是剑手青。中原刀法与滇西调味完美融合的大薄片，薄如纸片一样，以及各种本地特色甜品饮料，这些都是在云南腾冲必须尝试的美食。中午来吃个土锅子，这就腾冲特色土锅子，小份的土锅子，对。然后现在是不是有那个菌子？就是牛肝菌，还有奶香菌，还有大红菌，还有马吕菌。爆炒的好吃哈。爆炒啊，78一份，都是野生的，没有人工种的。这几天谁还吃那个人工种的呀？行，来牛肝菌啊。瘦肉，这是酥肉。菌，闻着好香啊！尝一片，好好吃哦，爽脆滑嫩，咸淡适宜，就是会有那种菌子的菌香，感受到云南人的幸福了。这牛肝菌这种颜色会比较深，阿喵专门做的攻略。是来云南吃菌子，一定要按本地人的吃法。什么呢？很多菌子就是爆炒的，像那种可能很多网红店的一大锅的菌子火锅，就各种菌子、野生菌放在一起杂煮的。听本地朋友说，他们自己是不这么吃的，他们有各种应季的菌子，像现在是奶浆菌啊、牛肝菌啊，用来炒。就是每种菌子他们是分开吃的，吃上这个菌子的本味，爆炒确实是好吃。你不要看这样炒的好像很简单哈，其实它做法很讲究的。菌子呢，先要过一道水，还放到宽油里面呢过一道油，最后再捞出来爆炒。我觉得这个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家常应该做不出来，非常美味。我半盘都吃完了，你告诉我这是剑手青，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剑手青是这样的嘛。我今天点的黑牛肝，没文化真的太可怕了，多吃2口压压惊。我是不是全网最没见过世面的美食博主？大家你就当我是你们的养成博主吧，你就看着我从今天不知道这是剑手青到以后我什么都认识，好不好？人家别的美食博主都是先把剑手青打在最前面，做一个噱头吸引大家来看，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牛肝菌都快吃完了，才知道还是剑手青。我都已经吃了那么多了，我要真有点什么事，我多吃点才划算，反正去医院治它都应该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错觉吗？我感觉我脸已经肿起来了。他不是脸肿，他是见小人。我们吃下一个吧。啊？吃下一个，还有一个菜。尝一下它的土锅子啊！这腾冲土锅子其实还有一个很文艺的名字，叫腾冲火山热海，因为它的容器这个土锅子啊，就是用腾冲火山这边的盛产陶土嘛，陶土来做的。讲究的就是一个炭火慢煨，而且你看它这个土锅子的造型呢，
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像北京涮羊肉串的那个铜锅是吧？但它旁边呢，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火锅要丰富很多，它是按层次给你把菜叠上去的啊，酥肉上铺了猪皮，猪皮上还铺蛋卷啊、肉丸呐。它除了叫火山热海，还叫海锅。那搭配这个海锅呢，老板还给你调了一个特别香的酱料，里面还放这个干腌菜，超级香。哇，香，香香香香香，肉丸感觉好紧实啊！而且这个蘸料啊，它味道一点都不重哎，一点点辣味，一点点酸味，它主要就是香。蛋卷不要蘸料，蛋卷里面是肉末，本来就有味道，这就不用再蘸酱了，蘸酱就咸了。猪皮，猪皮一定要蘸酱，猪皮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像那种猪皮吸汁蘸了酱蘸多了也会觉得咸。来酥肉，酥肉本身就是有咸味的，蛮好吃的，就因为它炸过嘛，那个肉本身就会有点硬。哇，这个锅真的是越煮越够味，越好吃。火锅里面放的是猪骨汤啊，试一下，鲜。它下面垫底的是那个青菜嘛，还有那个青菜香味儿。它这个火锅汤底其实是已经放了盐味的，所以越煮啊，里面的东西就越进味。这就是漫威的魅力。你信不信？如果现在是小朋友在看这一集，就会说不 ，DC 也很有魅力。大家来桐城玩呢，是非常建议一定要试一下这个火山热海。另外，就还有一个是热海温泉哈，它是这边唯一一个硫磺类的温泉。其实大家来腾冲嘛，两件事情：泡温泉、吃火锅。好嘞，谢谢。这火山热海呢，其实它相传是在明朝的时候啊，当时有很多中原战士到滇西来戍边。大家很怀念家乡的火锅，当地呢又因为有很多火山，有着陶土，所以这些戍边的士兵呢就用这陶土做成了这样子的土锅，来把自己家乡的美食呢在腾冲改良成这样的一个土锅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是哪个地区的士兵他们家乡是有这样的美食哈？后来呢，在滇西抗战时期，这个土锅子又被称为军民菜团结锅。当时滇西的民众呢，把自己家的菜啊，通过这样子的土锅子做成一锅一锅的心意送给当地的士兵，真的是军民一家亲的一道菜。见手青真好吃。其实我很想问大家一句，有没有跟阿喵一样，对这些菌啊、菜啊傻傻分不清的？这家馆子一进来就2排大冰柜，里面全是山珍啊、菌子啊，我们一起去看看，大家认识几样哈？像这个牛肝腱，这一斗就是那个黄牛肝的，这个要把这一节削掉，因为这个菌的话，你用刀子削一下或者洗一下的话，它颜色就变了。40一斤啊？这边都是这个价，这2天还好一点，前几天的话50、60。那奶浆菌嘞？奶浆菌这2天也是45。我这次来完云南，我下次就肯定不会弹板板。小角瓜，帕蛤，帕蛤，帕蛤，这个叫川芎。川芎是这个做汤吗？还是煮那个肉盐汤也可以。这不是跟芹菜一个味道吗？不是芹菜呀，很香，这就是芹。你闻，中药里边那个川芎啊，好香哦！这个炒牛肉肯定好吃。云南人好幸福呀！这是什么？这个山里边的野菜。山里野菜。这个叫刷把菜，刷韭菜。就刷把菜。哎，对，刷把菜。这个凉拌了吃，凉拌焯水然后再凉拌。哦，我太喜欢来云南下馆子了，云南值得 N 刷。哎，看到这些本地人排队，这绝对好吃，找得好。冷饮店和大薄片我们都要吃哈。
谢。好丰富啊，太丰富了吧！谢谢老板。我这还没吃，我是觉得超满足。第一次见到这么薄的，它主要体现的就是刀工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刀，太薄了，薄如纸片一样，果然叫大薄片。这是猪头肉来的不？我们要的是小碗，要的是卷粉、豌豆凉粉。吃的时候要把它全部拌开。有吗？有，我们就过去。里面还放了黄瓜丝儿和豆芽，就是感觉很清爽的一个菜。反正它的调料也是感觉10几20种，尝一下。哇，卷粉非常的软糯，配的这个汁儿酸辣可口。来一个薄薄的大薄片，超挂汁。好好吃哦！它这个薄度，这个口感，你就觉得是在吃一个薄薄的、很有韧劲的凉皮儿，你根本吃不出它是猪头肉哎。再来一片肉多的，肉肉的部分又比较软嫩啊，太绝了！这个腾冲限定的大薄片，真的就是非常体现腾冲当地一种民族饮食文化融合的特点。因为切这么薄的刀工呢，是咱们中原的刀法，然后这种酸辣的凉拌口味嘞，就是很东南亚风情的，很云南少数民族风情。那这个豌豆粉呢，也是云南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个特色美食，非常像桂林的米豆腐，不过嘞，它会有很浓的豌豆的香气，好吃好吃。你不要看老板给我放了这么多的调料，搭配起来其实味道是刚刚好。这么大一碗，10块钱，这么多的大薄片，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哦，来这家店还有个隐藏菜单，就是这个。啊，3甜开胃，菠萝红糖醋，跟普洱的那个海魔醋有点异曲同工哈。隔壁家听说有一个牛奶西米非常的好吃。这是我家的招牌啦。哦，这就是西米冻。对。那也算是吃到了一点点哈。能尝到一点点。地放炼乳，这是什么牛奶？鲜牛奶吗？鲜牛奶。面包是这里。谢谢。特色。我是怕吃太多碳水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回隔壁吃我的大薄片。在云南的腾冲啊、德宏地区，就会非常的常见，它叫泡鲁达，是一种缅甸风味的饮料。里面有放牛奶、当地的洋米、西米、紫米，冰粉、龟苓膏。一开始我是不想放这个面包的，但是老板说这是专门配泡鲁达的一种面包，说一定要试一下。还不错，但是我可能真的不是很喜欢吃这个面包泡软的口感。我觉得就是吃硬的还好吃一点。牛奶西米冻，奶香好浓郁啊，超鲜超鲜超级鲜的那种牛奶的奶香味。这种自己家小店做的泡鲁达，我觉得甜度非常的好，很适中。我们接下来来一家学校门口严选甜品店，我要跟学生抢东西吃了。这一看就好吃，我看一眼我口水就流出来了。你看那个辣椒酱裹在上面那个感觉，那个质感。这个鸡爪要是不好吃，我倒立吃下。阿姐啊，那个泡鲁达、椰子冻、西米冻和牛油果奶昔里面最推荐哪一个啊？就只能选一样，就泡鲁达。那如果可以选2样嘞？泡鲁达、牛油果奶昔。这是本地的牛油果吗？天呐，哇，这个不用阿喵描述了，一看就好吃。香辣带点微酸，
太好吃了！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不是因为晚上就吃铜瓢牛肉火锅，这个我一个人能干10个。我他们家小孩吃饭又不吃别的菜，我就吃鸡爪就行了。10家还是泡鲁达，我专门要求面包分开放，烤的很焦脆的面包片。阿喵喜欢吃干的，不喜欢拌在泡鲁达里面吃。每家泡鲁达不一样哈，它这个用的是椰奶加鲜奶，来一个不知道什么冻，非常嫩，像是牛奶的香味。原来这个西米冻是牛奶鸡蛋淀粉做的，超级软嫩。这应该是椰子冻，感觉硬一些，椰子香味浓郁。我发现泡鲁达只要不是放很甜，都好吃，不错不错。从明天开始，吃饭的时候不准你看电视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今天我给你次机会。现榨的牛油果奶昔，好细滑，牛油果香味非常浓郁。这个真的1天1杯，不要喝太多了，牛油果真的很容易发胖。继续下一家吧。晚餐我们选一家本地人常来的店。哇，他就是在这儿现做的。38金属本地菜。你好，有几位？4个。现在是晚上8点，还这么多人。平时听说都要排队，我们故意错峰来的。谢谢。盐巴不要放，盐放一点就可以了。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应该是甜酱油。花生、葱蒜、辣椒。这边的蘸水风格就是除了盐巴什么都放。铜瓢牛肉火锅其实是腾冲这边非常马帮的一道美食。大家看到铜锅就知道了，当年马帮嘛走茶马古道的时候，铜锅呢是又轻又容易导热，又方便煮，又结实。就是每一个马帮可能每一匹马上面都挂了一个铜锅，小的呢用来煮米线，大的就用来煮铜瓢牛肉。阿姐说呢，本地人过来喜欢吃杂，外地人来呢喜欢吃牛肉，我们呢都要。整个汤底啊，其实是用这个牛肉煮出来的汤，拿来做火锅的底汤。然后牛肉本身呢，因为已经熟了嘛，再切好了放过来，再放到锅里煮。哇，这是哪个宝宝呀？谢谢，好喜欢，谢谢。所以这个是牛肉煮好的汤，带皮的熟牛肉，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柴。好软嫩，哇！而且直接吃，带着微微的咸味，非常的香，牛肉味很重很重。牛脂的部分已经全部煮烂了，这是肥瘦结合吃，直接吃那个油脂还是会有点腻。一给你夹一片好不好？我们量一片在这里好不好？完全没有想到它的肉质居然会这么嫩啊！我们宝宝肯定也吃得动，对不对？软吗？好吃吗？真的够软哎！来点个赞。真的好软，我跟你讲，5岁的小朋友就可以直接这样吃，而且一次吃一片，它好能吃哦。牛杂，超软烂，超级软烂，还有牛皮儿。软烂，但是也保留了它的嚼劲，好吃。牛肚非常软烂，这个牛肚小朋友完全可以吃，里面放了白菜打底，白菜耐煮嘛。这是牛筋，非常的软烂。这个锅里的每样东西，5岁的宝宝都可以吃。
锅底有白菜、萝卜、南瓜，都非常健康，老少皆宜，还可以吧？好吃哈。蘸水来点汤，把我的蘸水调好了，我再搞块肉，来块肉蘸它的蘸水。我当时都很担心这个肉会柴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好嫩好嫩。好吃。就这么说，不需要蘸水，都是可以直接吃，而且很好吃。你看宝宝吃的多开心。哇，这个汤感觉也很棒。哇，哎，这个汤好喝，快舀了喝，好甜这个汤，这个宝宝吃也是非常的好。哦，一定要吃这个南瓜，软糯香甜，好甜！我怀疑这个汤的甜味全是南瓜的甜味。我发现它这样大乱炖是对的，味道就是每样都有，然后每样都不会抢，反正整体就是一个很云南口味，就是酸辣香。蘸一个肉肉，好，来1、2、3，干杯！朋友们自己来打卡体验啊，绝对不踩雷。而且它是80块钱1斤，牛肉牛杂都一样，它会根据你来的人选给你去搭配。我们是1斤牛肉半斤杂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